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串狂。今天呢，串狂来试驾我个人认为目前国内皮卡市场里综合性能最强的一款产品——长城山海炮。首先呢，就是长城山海炮，它是咱们国内首款中大型皮卡。那么怎么去定义这个中大型呢？咱们首先要知道怎么去定义中型和全尺寸。那么处于中型和全尺寸之间的就是这个中大型皮卡了。目前国际上啊，就是比较通用的，或者大家这种约定俗成的去定义中型和全尺寸的方式呢，主要是看这个轴距和长度，反而不是大家这个经常会提到这种宽度。以这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比较标准的中型皮卡福特 Ranger 为例，它的这个车身长度呢是在这个5.3米左右，然后呢轴距呢是在3.2米左右，然后这个全尺寸皮卡像这个福特 F150啊，它的长度是在5.8米左右，然后呢轴距呢是在3.7米左右，而我身后的这台山海炮呢，它的车身长度呢是达到了5440，也就是5.4米。然后它的轴距呢是3350，也就是3.35米，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轴距还有它的这个车身长度，恰恰是处于这个国际非常标准的这种中型和全尺寸皮卡中间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它是咱们国内首款中大型皮卡，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也正是长城山海炮它轴距上的这个优势，让它相较于传统的中型皮卡，拥有更强的这种舒适性以及更宽敞的乘坐空间。这里呢，我就要说一下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了，就是因为这个皮卡天生的这种结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像它这个后排这种双排皮卡后排这一块，它就是直接等于就是和外界这种相联系，所以在这一块，在它后窗这一块，比如有一些空气的扰流啊，包括一些噪音啊等等，都会非常直接的传递到这个后排，包括这个驾驶舱里边去。而因为它有了这个轴距上的优势，所以它这块设计了一个这种可以称之为缓冲区吧。正是有了这个缓冲区之后，让这辆车在这个 NVH 上能够做得更优秀。而且啊，它的这个驾驶舱和这个车厢这个货箱啊，采用了一个全密封的设计，而且它这儿还有一个尾翼导流，就等等的吧，这些都赋予这辆车非常强的这种静谧属性，还有这个 NVH 属性。刚才呢，咱们聊了聊这个跟轴距相关的这个事儿，咱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山海炮的外形。外形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个人觉得它相较于同门兄弟长城炮来说，它整体的设计呢，我觉得更加的厚重了，而且呢，就是让你第一眼的感觉，你就觉得它很大，块儿很大，很壮，很强壮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它这种设计语言就是一种潜台词，就让你第一眼看到它，你就觉得 OK，这辆车它跟别的中型皮卡不一样，它的轴距更长，是吧？它的宽度更宽，它是一个中大型皮卡，它就是在用这样一个外形厚重的外形设计来宣告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块头、自己的尺寸。目前呢，国内皮卡市场有一些车型呢，它说自己是这种全尺寸，但是呢，它的这种设计呢，你会发现它实际这个驾驶舱的这块还是很短的，它能达到很长的轴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的货箱特别长，就是相当于是一种作弊的方式吧。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山海炮它不是这样，它山海炮它的货箱明显是非常标准的这种短货箱，它没有把货箱拉得特别长，让你觉得这辆车好像很长，轴距很大，而它把很大的空间都给予了这个驾驶舱这一部分，所以它的这个驾驶舱的乘坐空间会更好一些。然后呢，我觉得山海炮的它的这个货箱的设计也是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原厂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分3个区域的这样一个货箱，而且自带这种货箱盖，而且呢，它的这个尾门是全电控的，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尾门的电控，通过这种2种开启方式，
让它实现这种平开或者是对开。当你这个长摁这个货箱钮的时候，它就是像普通皮卡一样，它是这种平开翻下来的。而当你摁一下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实行这个4/6对开，就像这种国外的很多皮卡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货箱的可玩性也是非常高的。在动力属性上呢，山海炮有2种动力选择。目前来说，一款是这个今天我试驾的3.6的汽油动力，还有一款是这个 2.4T 的柴油动力。3.0T V6 的最大功率是260千瓦，最大扭矩是500牛米。而这个 2.4T 的柴油呢，最大功率是135千瓦，最大扭矩能够达到480牛米。这2款动力呢，匹配的都是长城自研的9AT 变速箱。在这个越野几何方面呢，山海炮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这种通过性。它的接近角呢是29度，离去角25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0毫米，而它的最大涉水深度达到了800毫米。可以说山海炮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通过性。当然了，我觉得这款山海炮呢，它还是更注重一种舒适、一种豪华、一种这种行驶质感吧。OK， 咱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外形啊，包括这个车外的这些部分，也聊了很多关于它轴距的这个问题。那么，既然说它的轴距是吧这么优秀，3350，那么咱们接下来就从这个车内空间来看看这辆车它的舒适性以及它的车内空间到底如何。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身高是1.74米，然后体重呢是90公斤，然后现在的这个坐姿就是我最舒适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它的这个前后，包括这个左右的这个空间啊，都是非常宽裕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头部，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不止四指多了，头部空间也是非常宽裕的。对了，这里值得一提的啊，就是这辆车它的宽度呢是1991 1.9米，然后呢它的这个横向空间也增加了将近60毫米这样一个宽度，所以就是我坐在车内，我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它的这个横向空间，是非常这个充裕的。然后呢，咱们现在呢一镜到底，看看这个以我的这个坐姿，后排是什么样的情况。后排啊，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就是以我这个，你看啊，这都是将近5指是吧？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前边，而且呢，它的这个山海炮的后排啊，都是可以支持这个电动调节的。你像我即使调到这个它的这个最大的倾角、最舒服的，你看它这儿也是一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车内啊，就是当我第一次进入到这个山海炮车内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带有一种非常强的复古的豪华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首先它有这种木纹的这种装饰，然后包括它这个整车有非常多的这种软质的这种皮质的包裹，最关键的是它采用了这样一种非常经典的复古蓝这样一个这种颜色的选择。因为很多这个玩车的朋友都知道，在80年代、70年代的这种美国的豪华车，他们非常喜欢用这种双色的拼色的这种真皮的内饰设计。而我第一次进入到这辆车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种豪华感，那种非常带有一种复古气息的豪华感。然后呢，就是这个车，你像配备了2块非常大的这个屏幕啊，尤其中间这个中控屏非常大，而且它的这个清晰度是我目前试过的车里面啊，清晰度算是非常好的了。而它可以播放这个电影、视频，当你这个视频的清晰度达到超清的时候，这个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最关键的是它的这个音响系统，你瞧这儿都有这种音响，它是有一个环绕声的效果。尤其配上这个车非常好的这种静谧性和 NVH 啊，你坐在这个车里，假如你在休息的时候看一个电影，我觉得那种效果应该是不亚于这种自个儿在家里看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呢，到这儿像这块空调控制区，你瞧这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镀铬的是吧？空调出风口，然后复古气质小钟表，包括它的这个空调按钮这个区域吧，等等吧。
我觉得就是这辆车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它把这种现代的科技感和这种复古的美感融合在一起，所以让它的这种豪华感呢不俗，它的那种豪华感呢就更上了一个层次。然后在这个挡把区域呢，这儿有一个无线充电，然后你包括这儿有一个这个可以把它盖上，也非常具有这种质感。然后包括这个飞机挡把式挡杆儿，然后座椅加热、座椅通风，是吧？然后这个自动启停，然后像这个泊车辅助，然后模式选择，对吧？低速四驱，然后它等等的这个功能啊，都集中在这个区域。而且像这个山海炮啊，它还自带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然后还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它甚至还有这个很多个车内的这种摄像头，它都可以记录你车内的这种状态，好，包括这个车外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配置或者一个装备吧。比如当你在驾驶的时候遇到一些突发的意外或者一些突发的情况啊等等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记录吧。驾驶层面呢，我觉得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就是这个质感。我觉得就是这辆车给我的是一种行驶质感上的一种飞跃吧。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皮卡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种变化吧。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乘用化啊已经这个推进了很长时间了，然后皮卡也不断的在这个向乘用化发展，但是碍于这个皮卡它天生的这种结构的问题，因为它非承载式车身，对吧？然后噪音啊、共振啊等等等等问题，它很难去做到像承载式车身这种轿车、乘用车它能够达到的这种舒适属性。除非你像现在有一些，是吧？承载式车身的皮卡，我试驾过，我体验过，的确，这个我承认，他们的确可以做到，就是这种像乘用车、轿车一样的这种驾驶质感。但是你像即使是乘用化的这些传统的皮卡，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瓶颈。但是我今天呢，就是体验过山海炮之后，我觉得就是这辆车它可能已经在乘用化的基础之上，它又飞跃了一个台阶儿。就是它已经把行驶质感近乎的去接近到了这种豪华的轿车、SUV 乘用车的这种驾驶感受。它怎么达到的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啊，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 3.0T 的这个 V6的汽油动力，这个 V6 汽油动力的这种天生结构上所带来的平顺，是吧？再加上它这个9AT 变速箱的这种从容，就是很舒服、很平缓，然后很平顺。虽然说这辆车它可以在1500转的时候啊，它就可以爆发出500牛米这样一个扭矩，但是你并不会特别想去暴力的去驾驶它，你就是想去感受它这个 3.0T V6 的这种平顺，是吧？这种舒适，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动力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这个行驶质感真的是一种飞跃吧。第二呢，这种能达到这种行驶品质的飞跃的，我觉得就是它对于这个 NVH 的处理特别好。你像它这个车有很多很多这个细节，对于 NVH 处理，双层玻璃，对吧？还有之前提到的这个尾翼的导流，然后包括这个车厢跟这个货箱跟这个驾驶舱之间的这种缓冲，还有这个后边的这个后围的这个迷宫设计，对，还有一个这个音响会对于这个整车的一个噪音的这种对冲，等等，都提升了这辆车的一个 NVH 的这种能力。你像它这辆车在120千米时行驶速度的时候，它的这个分贝仅仅是66分贝，就是在皮卡里已经做到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在 NVH 上这样一个巨大的提升吧，它就能够弥补，就是说非承载式车身的，它本身它会带来的一些这种可能不舒适性啊、噪音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点是做的特别的好的。刚才呢，咱们聊到了这个非承载式车身啊，山海炮它仍然是非承载式车身，但是它的悬挂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和后5连杆这样一个设定。
其实这样的设定在皮卡里边也是偏向舒适的吧。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么多，无论是动力啊、变速箱啊、NVH， 还是说它这个悬挂等等，都是提供了很强的舒适性。但是不代表这辆车不能去野，不代表这辆车它没有天生的野性基因。我觉得这辆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也是这辆车的一大卖点，就是它有这个4A 加 LOC 这个四驱系统。咱们目前啊，国内市场的四驱系统主要有2种，一种是这个分时四驱，比较可靠，然后比较硬核，能实现这种前桥后桥的硬连接，50/50这种扭矩输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能在这种干燥的铺装路面使用，而且像转一些大弯啊、拐弯啊，这都是需要小心去用的，避免去伤害它的这个四驱系统，还有这个半轴等等的。还有一种四驱系统呢，就是这个 TOD 的非常好，就是它可以在雨雪天气使用，能够实现这个前桥后桥扭矩这种自动的分配。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因为是这种多片离合式的结构，在一些这种激烈的越野驾驶的时候，它会过热，会失效。所以呢，就急需要这么一种四驱系统，对吧？能够综合这个4H，也能综合4A。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像美国他们一些厂商啊，像猛禽、吉普的决斗士的四驱系统，就是这样一个智能四驱加这个分时四驱这样一个综合的结构，既有4H 也有4A。但是咱们国内的皮卡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四驱系统这样一个技术，而今天的山海炮，它就搭载了这样一个四驱系统。它呢有这个4A 模式，会实现在这种雨雪天的使用，自动分配前后桥的扭矩。然后它也有4H，有这个4H 系统，能够实现前桥后桥的硬连接。再配合上它这辆车，比如像有这个低速四驱，还有这个后桥差速锁，让这辆车自然就带有了一种非常野性的基因。而且要着重的提醒一点啊，就这辆车因为它是3.0T 的 V6。它使用的是水冷中冷，而且呢还有这个硅油风扇，所以它整个这辆车的这个散热系统都特别好。它这里还提供了一个模式，就是越野模式，它会加强这个发动机的散热，就是能够让你尽情的去野，尽情的去耍。对了，既然咱们说了，像这个山海炮，它既有这种非常高品质的行驶质感，对吗？然后也有这种天生去野的基因。然后它还有很多这种科技的辅助设备，你包括像这种前向的辅助，有这个对吧？碰撞安全辅助、行人安全辅助，然后前碰撞预警，包括像有这个侧后辅助，对吧？开门预警、并线辅助、车道辅助，它甚至还有这个智慧巡航，可以实现这个拨杆变道，还有这个自动变道都有这样的功能。最重要，它的这个还有一个自动泊车。等等的吧，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多这样的科技配置，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咱们皮卡乘用化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吧。最后呢，山海炮它作为一款皮卡产品，它还拥有3.3吨同级别最强的拖拽能力，可以满足多样化的这种使用场景。大家看到天也黑了，经过这一天的体验和试驾呢，我想给山海炮下一个我自己的结论吧。我觉得它是一款复古加科技的皮卡产品。这个复古怎么说呢？就是在新能源大趋势这样的今天吧，它使用这样一个3.0T V6的汽油机，我觉得它带来的这种平顺性以及这种越级的超越性的这种行驶质感，我觉得非常的复古，就让我想到了那种非常老的那种豪华车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它的这种内饰的设计很复古，但是呢又非常有品质，非常有感觉，非常的豪华。而科技呢，就是这辆车它拥有非常多的这种科技属性、科技配置，让这辆车呢又有非常好的这种科技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呢是在复古和科技之间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款车的。